问天无语，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。痴情人得不到，也忘不掉。寒与我也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。牧笛箫声起，山河岁月催人老。一腔深情无以报，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去强盗，一击土匪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强盗，土匪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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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下！吴州市，你在担任机器织布局会办期间，利欲熏心，伪造账目，贪污光谷分红，并以购买机器为名，大肆收受回扣。大人，请问证据何在？大人，这虽然是机器织布局的账目，但已经被涂改得乱七八糟，看不出所以然，只看得出是子虚乌有。看起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走。大人，搜到了这个。东西还不少，有你和购买洋机器的中间人的来往信函，有你收受回扣的收据，还有这些信是从哪儿来的？从你的书桌上搜到的。你总不会说这不是你的东西？当真？晋阳都传遍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今天早上的时候。谁抓走的？听说是董廷旭董大人。老岳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周莹被抓了。他们搜了别院，是。搜出什么了没有？不知道，我们都被拘在房里，不准出来。主任，您先别着急。怎么能随便抓人啊？这些罪名都不成立啊！我们东园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啊？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小江，你
回趟支部局，将所有的原始账目和档案备份。好。小五，你带人去趟巡抚衙门打探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二爷，必须马上派人通知赵大人，必须请赵大人出马。哎呀，我都急糊涂了，早该想到啊！这董大人亲自押送。是。走了多久了？已经2个时辰了。大人，我问了一下，说是从吴家东院吴州市的书房里搜出了索要回扣的信函及回扣收据。周营书房是。星儿，星儿，你回来了啊！你吃饭了吗？你饿了吗？娘马上让人给你做去啊！娘，不要麻烦了，我是来找爹的，他在不在？在书房。星儿，娘，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找他吵架的。这贺礼一定要贵重，不能单薄。是。这个，这周英被抓是不是你跟杜明礼设计的？是。是不是？大半年没回家，回来第一句话，不问爹娘好不好，不问奶奶如何，问的却是那个寡妇的事情。养儿何用？我这个爹又有什么当头？儿子不孝，但也无奈。不是我，也不是杜明礼，我们倒是准备好了要对付他，但还没开始，有人看不惯就下手了。此话当真？我们沈吴两家斗了那么多年，有什么可遮掩的？我明白了。晶儿，你还要走？爹，你没觉得兔死狐悲吗？那个寡妇为了报仇，一心置我们于死地。她现在被抓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有什么可悲哀的？抛开我们沈吴两家的恩怨不说，周英确是一个好商人，诚信守法，兢兢业业。没想到莫名其妙会遭此横祸。爹，同为商人，你没有觉得不寒而栗吗？你不怕某一天我们沈家也重蹈覆辙吗？这事永远不会发生，永远不会有永远。贝勒爷不可能永远得势，也不可能永远护卫着我们沈家。有一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，贝勒爷封了郡王，他现在已经是王爷了。星儿，留下来吧，沈家的富贵还在后面呢。哼，他当上王爷之后，我们的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。怎么可能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何况是我们？他当了王爷以后，压榨起我们沈家来，那不是更加肆无忌惮吗？哎呀，啊，长青到京城去了。他也进京城去了啊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好像2个时辰前吧。是跟董大人一起走的吗？呀，你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少奶奶已经不在陕西了，那他去哪儿了呢？说是被押到北京去了。支部局的总办室和会办室都已经被查封了，
我从门缝里面看了一下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衙门的人应该已经搜过了，把该带走的都带走了。这下可麻烦了。如果他们把原始账目和档案都带走的话，那他们想怎么篡改就怎么篡改。那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二哥，找到赵百氏了吗？找了。赵家的小厮说，巡抚衙门已经把消息送给了赵大人，赵大人接到消息就出门了，但去哪儿不知道啊。那他一定是去打探了。王二军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行，蒋先生，放开，放开我，够了，不能进去。哎，你不能进，哎，王二军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何人敢到东院撒野？韩三春，是我，沈少爷，别放他！可是你们沈家陷害了少奶奶，不是，当初就是你们陷害东院军需作假，这次又污指少奶奶贪污公款、收受回扣，手法如出一辙，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与我们沈家无关。沈星一，你若不老实交代，今天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沈星一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给周莹洗去冤屈。我好心来提醒你们，陷害周莹的另有其人，你们这群蠢猪，竟然敢诬陷我！对不住了，沈少爷，为了救少奶奶，我们只能逼你说出实话。放开他！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，此次陷害周莹的不是沈家，那是谁？我心里有数。你心里有数，还不赶紧想办法？沈少爷，你请回吧，这是吴家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也不是吴家的人，我是吴家西院的女婿，至少算是半个吴家人。沈少爷，请。赵大人，求你救救周莹啊！你们放心吧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我一定会全力营救。谢谢。百氏啊，这事儿就有劳你了。可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蹊跷，一定来问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我听说，董廷旭找到了关键证据，这其中包括周莹和中间商来往的书信和回扣收据。这是无中生有，栽赃陷害呀！绝不可能，绝无此事。是啊，我也觉得绝无此事，但这些东西的确是从周莹的书房搜出来的，而且还是当着周莹的面搜出来的，一定是栽赃。那能是谁呢？把这赃放进吴家东院。我马上去排查。赵百氏，陷害周莹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我？想当年，轮船招商局也是官督商办，开办之初，官府还鼓励商董认购股份，但是当产值超过1000万两之后，就变成了官夺商权。周莹遭此陷害，与沈家无关，但是与当年徐润、唐廷枢被撵走，却是同出一辙。起初你想尽一切办法，要让周莹认购股份。而现如今，你为了夺走他的股份，于是就栽赃陷害。我从来没有陷害过周莹。但是据说你的老师张长青与那董廷旭是故交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。我不信。我此次被贬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同意回购支部局的股份。你说真的？这件事情的起因，的确在我。他们提出回购股份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劝周莹就范。赵百氏，只要你能安全把周莹救出来，我可以答应你一切条件。我一定会把周莹救出来，而且我没有条件。老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等你。
那进去吧。嫂子不会有事儿吧？帮我收拾2件衣服，我跟王世军要连夜进京。进京？难道嫂子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情况比较棘手。你怎么了？老爷，我……别耽误时间了，快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停！住！白石啊，老师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星夜监场。老师，我保证说服周莹，让他交出机器织布局所有的股份，还请老师网开一面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是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说的是你，我也说的是我自己。白石啊，你若是早就如此通情达理，哪里会有后来那些变故？连同梧州市，也不会有这场牢狱之灾。的确，是我糊涂。我听说，周莹这次把上面的人惹恼了，非要给他一些苦头吃吃。老师，他是个妇道人家，见识不多，人又年轻，不懂世故，再加上性子轻狂，所以难免有得罪老师之处。还请老师看在当初织布局初见时他鼎力相助的份上，您帮他一把。既然你都已经张口了，那我就尽力而为吧。多谢老师成全。但是，能不能说服上面的人，我没有把握。白石相信老师的能力。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多谢。所有的证据都是伪造的。我知道。他们从会办室找出账簿，涂改成他们想要的数字。至于在我书房搜出的东西，我根本就没见过。那些都不重要。他们准备用这些东西给我定罪，还不重要？只要你交出机器织布局的全部股份，他们会给你定一个很轻的罪。不，我不交。
我之前想过，我交出1/3，甚至是1半的股份，但是现在我1股都不交。张长青在李大人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一定能拿到股份。如果拿不到，他不会罢休的。他不罢休，我不妥协，看我们谁能熬得过谁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们要的是什么？银子而已。而对于你来说，把这些银子赚回来不是什么难事啊。我不是舍不得银子，我是忍不下这口气。夫人，你看一看你在什么地方。他们不就是想逼我低头吗？我就不低头。当初徐润与唐廷枢因为掌握了轮船招生局的许多内幕，当局投鼠忌器，也只能罢职了事。但是你呢？你现在手里有什么筹码？我是清白的，这就是我的筹码。在这个世间上，清白没有任何的用处。我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。他们能。那我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死了，你死了就是一桩冤案而已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在这里每天有多少冤案，不计其数。你只是其中一起而已，没有人会为你洗冤，就是白死而已。无未分之冤，没有大白之日。夫人，你不能死，你必须活着。只有你活下来，才能对今天陷害你的人报仇。只有你活着，吴伟文的军需案才能够洗冤。少奶奶，赵大人说的对，你现在没有必要和他们斗气，最重要的是留得青山在啊。夫人，能够忍气吞声者，才能够成就大事。现在真的很想念当初跟我爹在街头卖艺的日子。虽然没吃没喝，但却是逍遥自在，从不用看谁的脸色，也不用委屈自己。你现在回不去了。我们都想回去，但我们都回不去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只是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子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但现在，你是吴家的大当家。少奶奶，现在吴家3院200多口人，100多名掌柜，500多名伙计，大家都盼着你平安呢。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儿，吴家就散了。我来前，二爷和四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对了，这是夫人让我给你带的东西，少奶奶你看看，你看看呀，少奶奶。夫人说了，她现在没了丈夫，没了儿子，她不能再没有你这个女儿啊，少奶奶。
前些日子，我想说服沈星移背叛王爷，但他都没有同意。在我来之前，他来找我，他跟我说，只要能把你救出去，他愿意答应所有的条件。周英，不仅仅是他，在这个世间上，有很多人希望你能够活下来，希望你能够平安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图自己一时的痛快，为了那些爱你的人，你必须妥协，甚至受辱的妥协。少奶奶，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张长青，把股权转让的协议拟好了，我给你带来了。11堂大宴，我也带来了。白石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过几天，刑部堂官那里只是走个过程，吴州市就可以释放回家了。多谢老师。过些日子，我跟上面的人说一说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也让你官复原职吧。这个，我已经不存妄想。白石啊，上面要是存心整你，那就不是革职，而是革职，永不续用。现在的处分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惩戒。我另外还有一句话要提醒你：自古破国亡家之事，常与女色以相随。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。明白。杜老板，请。温先生，杜老板，温先生，1年不见，依然风神如玉。杜老板，
也依然精明能干。如今贝勒爷晋升成了王爷，但有一件事没变，文先生依然是文先生，而我依然是我。你只能是你，我也只能是我。是，这就是我们的命。请。庄亲王来了，王爷走不开，让我先跟你聊聊。赵白石被革职这件事情，王爷有点没想通。按常理，纳童的折子递上去，那位大人怎么也该搏一搏。王爷连如何应对都想好了，谁料想那位大人竟然落井下石。我听到的说法是，最近赵白石不太听话，他那是想清理门户。哦，赵白石如此能干，他竟然还不满意？这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，趁他们现在一阵乱，王爷应该把陕西机器织布局拿到自个儿手里。为什么？这机器织布局一年纯利怎么也得有80万两。是吗？哎，赵大人，怎么样了，赵大人？都谈好了，只要刑部审结完毕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查到究竟是谁把那些伪造的信件和收据放进周英的书房？我明里暗里都查了，别院的丫鬟和小厮，要么就是跟着少奶奶充生用死的，绝对不可能；要么有几个新来的，身世都很清白，也没有机会进入到少奶奶的书房。这倒成了不解之谜了。无一，我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放心不下，怕嫂子有个3长2短，干脆就跟来了。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嫂子现在如何？在你来之前，刚刚有了结果。什么结果？你嫂子答应交出所有的股份，对方也同意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了了就好。周英对我说，在东院，除了吴聘，就是与你感情最好。果然。亲口说的。是啊，他还叮嘱我要体贴你。进来。赵大人，一小姐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二位早点休息吧。你奔波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呢？我还要去朋友那儿打探一下。那你早点回来。等等。去吧。
少爷，韩先生，有他的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赵白石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赵大人说救人有7、8分的把握，但是机器织布局肯定保不住了。这都已经3天了。沈少爷，兴许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。你知道他们在北京住哪儿吗？听王管家说，吴家的人进京，都会住在鸿盛客栈。好。啊，二少爷，现在账房还有多少现银啊？应该有2000多两。全部拿给我。二少爷，你要那么多现银干什么？我出一趟门。您去哪儿？哎，你别管了。二少爷，您看，这按照规矩呢，从账上支取现银，那必须要有老爷的条子。你都叫我二少爷了，你还跟我讲规矩？哎呦，二少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不是为难您，那实在是老爷他。我每年给沈家挣多少银子？我现在要你拿2000两，你不给我，你别忘了沈家我还当半个家呢。你要记住，你只是一个管家，我随时都可以开了你。哎呦，二少爷，我哪儿敢呢？哎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再跟我废话，相不相信我现在就对你不客气啊？二少爷，你听我，给不给？放开霍先生。老爷。你要银子干什么？我在外面又欠了赌债了。说实话。我要去京城。你要去救那个寡妇？是。那个寡妇是吴家的人，可她也是我心上之人。就是因为她步步紧逼，我们沈家快走投无路了。现在她被捕入狱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，你居然去救她！爹，如果你们只是在商场上面厮杀，你若败了，我一定去给你报仇。而如果他死的话，我连半句话都没有。但是他现在是被人陷害入狱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但是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为了沈家，你要把他忘掉的。儿子没用，儿子忘不掉他。我们沈家3代苦苦奋斗，才有今天。难道你真忍心在你手里把他败掉吗？我不忍心，可是我更不忍心看到他入狱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什么都不顾呢？你，爹，我这辈子只为了她。你这个逆子，我打死你！爹，儿子求你，就让我为他做最后一件事，好不好？那个寡妇到底有什么好？我们两家都成这样了，你还忘不了她？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好，可能是我这辈子欠她的。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再让我帮她一次，就一次。不行！爹，你知不知道，她这次被人陷害入狱，生死未卜。如果我不救她的话，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宁。你全当让我自己图一个心安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爹。这是我最后一次，只此一次。我发誓，只要这次过后，我再也不会联系这个女人。
我这辈子欠他的全部都还干净了，我继续回来，好好的做你的好儿子，继续继承我们沈家的家业，可以吗？真的是最后一次吗？我发誓，我发誓。霍管家，老爷，把那2000两银子拿出来。是。谢谢爹。贝勒爷封了郡王，窦老板回京磕头去了，你去找他吧。把兴业贸易行的70%股份也带过去。谢谢爹。几番缠缠绵绵只成眠，我问思念应从哪边在，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，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